注意看，这个荷兰猛将正在暴揍我们中国选手，老外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大名鼎鼎、人人皆知的搏击天王克劳斯。这家伙曾一晚 KO 3位中国搏击猛将，来华5年时间总共击败了18位散打名将，所以克劳斯成为了大部分中国选手挥之不去的阴影。就连波球安迪萨瓦和日本格斗巨星磨沙斗都没能逃脱被他击败的命运。巅峰时期的克劳斯就像是一台杀戮机器，堪称是地表最强的一位拳手。中国小将偏偏不信邪，发誓一定要让克劳斯感受一下什么是失败的滋味。视频开头那位被暴揍的中国选手，正是代替顾辉迎战克劳斯的刘明志。伤病恢复如初的顾辉第一件事就是找克劳斯复仇。面对在华无败绩且实力雄厚的克劳斯，顾辉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是要击败克劳斯，挽回中国搏击所失去的尊严。不管怎样，也要为刘明志和前面失利的18位兄弟复仇。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顾辉是如何击败克劳斯创造历史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克劳斯凭借多年积累的战斗经验，直接就开始对顾辉采取碾压式进攻。不管顾辉走向何方，克劳斯100%紧跟其后。就算如此，顾辉也没有惧怕格斗天王克劳斯，且战且退的同时，还时不时会对克劳斯发起防守反击。奈何克劳斯压的实在是太紧了，根本就不给顾辉任何喘气的机会。我觉得，但是刘维自是因为体重的问题，是临时变阵空降顾辉。我们看到克劳斯把顾辉逼到了绳脚。我们看到也是克劳斯是不打算让顾辉从绳脚跑出来。对于顾辉来说，那这场比赛能否顶住克劳斯连续的重拳，也就是说顾辉的泰拳的功底能否不断的去破坏克劳斯往前前进的这个拳法所依仗的支撑腿的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顾辉在比赛的时候呢，是不断的观察克劳斯的下半身。克劳斯依旧呈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出拳出腿做动作的频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打出的拳脚命中率极高。反观被挤在角落的顾辉，打出的拳脚命中率也是相当的高，基本上不会打出乱七八糟的进攻，要么就是精准击打，要么就是唯唯诺诺等待进攻机会。这或许就是高手之间的默契吧。泰拳非常突然，克劳斯这位老将是一位反架的选手。克劳斯把距离把控是非常到位，他不断的来破坏顾辉进攻的距离，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消耗顾辉。你看到克劳斯非常的自信和放松。这场比赛对于顾辉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极大的机会。比赛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克劳斯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去做发力的进攻。布劳斯的追击，连续的拳法。布劳斯能够实现左右架的互换。无奈的顾辉暂且只能做着限制动作，以此来控制与克劳斯之间的距离。谁料克劳斯给予的压制力真的很强，无时无刻都在逼近顾辉内围准备做动作。就算顾辉和克劳斯保持着安全距离，而且还做着限制动作，那也无法阻止克劳斯的猛打猛冲。漂亮的后手重拳，直接后手。非常密集的拳法的反击来自于克劳斯。这场比赛顾辉想必是要一锤定音。克劳斯现在仍然是不着急。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其实第一回合我们看到顾辉他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犀利，并没有太多因为这场比赛是临时来变阵受到太多这方面的影响。是的。第二，他的整个的战术的部署不停的去干扰克劳斯的支撑腿，也给克劳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甚至克劳斯必须要用换架来去避免顾辉的这种对于支撑腿的骚扰。是这样。好，让我们看一下顾辉和克劳斯第一回合的技术统计。第二回合再开始。第二回合开始了。虽然克劳斯的进攻攻势很强很强，但顾辉的点数就是要大于克劳斯。可能克劳斯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点数，因为在克劳斯眼里就没有平局这一说。
常年在国际擂台打比赛的克劳斯基本上没见过加时赛，自从来到中国才知道有加时赛。来华5年时间，克劳斯无一败绩，18位选手几乎都是被克劳斯 KO 掉的，所以克劳斯在中国根本就没进入过加时赛。而克劳斯再次的把顾辉挤到了绳边。因为刚才有几次顾辉的后手拳，就是他的左手的重拳能够打到克劳斯，因为克劳斯如果是右手在前的话，自己的头部的右侧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当。是的，而且顾辉也是非常善用自己极为快速的启动的速度。你看到顾辉打的也是非常的冷静，在自己身体消耗这方面也是做到了能消耗的少，能做到更精准的打击就做更精准的打击。我看到顾辉还是，除非顾辉到了被逼无奈的时候才会使出搂抱这一招，不然顾辉绝对不会使出这么下三滥的招式。面对克劳斯这样的劲敌，顾辉选择搂抱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反观克劳斯不是在猛攻顾辉，就是在对顾辉发起进攻。总而言之，就是克劳斯根本就没想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所以打出的进攻招式不多，但每一拳每一脚都足以 KO 顾辉，提前结束比赛。克劳斯继续的再次的把顾辉顶到了绳边。那么刘波这场比赛顾辉的这种战术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吗？到目前为止他的贯彻的情况你觉得如何？顾辉的这个打法是非常克制克劳斯，他是不断的移动，然后用扫踢来干扰克劳斯。这时候只要是顾辉的体能储备足够，我觉得他的机会很大。至少从目前为止，顾辉因为长期的坚持的训练，即便是临时变阵，还是体能非常的充沛。老就是单拳的直接的。就算顾辉命中了克劳斯，那么克劳斯也没有减少进攻的想法。此时的比赛局势很明显，克劳斯是主动进攻的一方，反观顾辉则是边打边撤，无时无刻都在做着防守反击。15秒啊！好，10秒钟的时间，不停的移动，连续的袭击来自于克劳斯。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个回合。从第2回合比赛来看，确实顾辉发挥的比第1回合还要出色。是的，克劳斯对于顾辉的这种可以说是大范围的移动以及高频率的反击，显得是有些不适应。好，双方第2回合的技术统计。这由于是比赛的头1天通知的顾辉来比赛，然后就是看第3回合开始了，临危受命的顾辉无奈只好往后拉扯，实在不行就和克劳斯硬碰硬。但是，一旦硬碰硬，那就正好撞到克劳斯枪口上了。几记顶膝也是彻底将克劳斯激怒，直接扛起来将顾辉扔在地上。从前2回合明显可以看出，克劳斯是奔着 KO 顾辉去的，但顾辉则是奔着点数去的。挖到了裆部，克劳斯还要步步追击，顾辉这个时候要破釜沉舟。能感觉到顾辉现在的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的。顾辉在这个时候已经毫不吝啬自己的体能，顾辉也是采取不断的近身破坏距离，然后来给自己体能保持自己的体能的储备。漂亮的后手拳！这时候克劳斯连续的组合拳进攻，顾辉摆地，组合拳。克劳斯继续给往前追击，但是顾辉刚才又持续的去干扰克劳斯的支撑腿。这克劳斯的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大。如果顾辉被克劳斯 KO 掉的话，那么顾辉前期所有的努力都将会白白浪费。要是将比赛拖到了最后，
顾辉有80%的几率获得比赛胜利。大家都知道克劳斯是何等人物，真要是和克劳斯在内围对拼的话，估计顾辉早就被打得躺尸擂台了。非常的大。克劳斯是一直处于一个追击的状态。又是一个直接的后手，顾辉的直接后手拳非常的重，也非常的突然，直接的高扫踢。这场战斗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想成为一个冠军，你必须击败一个冠军。那这场比赛，顾辉面临到目前为止职业生涯最大的机遇和挑战。边打边撤的顾辉很聪明，虽然打出的拳脚不是很多，力度也跟不上，但顾辉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更多点数，并不是奔着 KO 克劳斯去的。反观克劳斯则是步步为营，无时无刻都在紧跟顾辉，就算顾辉跑到天涯海角，身后也一定会跟着一个无脑猛打猛冲，只想着 KO 的克劳斯。短身的边拳，25秒。克劳斯可以说是面对着顾辉的移动，在奋力的去围追堵截。拳技术来自克劳斯，顾辉一反击，不到10秒钟的时间，全场都已经沸腾了。比赛结束了，我把所有的悬念现在交给了场外的国际的。比赛结束了，从克劳斯的面目表情中不难看出，克劳斯为了 KO 顾辉真的是拼尽了全力，奈何顾辉将海盗战术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克劳斯的点数不如顾辉，但最后的判定不仅仅是依靠点数，其中包括进攻攻势或者是打出的拳脚数量等等等，非常的精彩。好，双方第3个回合的记录统计。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结果如下：3号裁判30比30，1号裁判30比29，2号裁判29比。最终裁判分歧判定比赛为平局。看来克劳斯全程猛打猛冲换来的却是加赛一局。然而这一场比赛也是克劳斯在中国打比赛第1次加时赛，所以克劳斯对于加时赛很是陌生。加时赛开始了，克劳斯的确变老实了很多。对比之下，克劳斯的进攻攻势下降了足有50%，降低进攻攻势是克劳斯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体能即将耗尽的顾辉已经顶不住克劳斯的突发猛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克劳斯突然降低进攻攻势，完全就给了顾辉乘胜追击的机会。进攻的节奏。这个时候顾辉看到他的移动明显的不如前3个回合范围来的大，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克劳斯可以说拳法大师，一旦给他一个固定的点，他会发起多次的进攻。是的。双方的残暴当中的猛打的对攻，重拳打到来自于克劳斯，双方的拳法的对拼。我们看到两个人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克劳斯急忙加强进攻攻势，奈何顾辉已经习惯了压制。顾辉在被压制的过程中依然可以快进快出，边打边撤的同时还会衔接搂抱来缓解克劳斯给予的压力。这样一来，克劳斯很难对顾辉做很多有效动作。顾辉的反击，顾辉的反击非常的有效。克劳斯继续的向前压进。这个时候顾辉的体能消耗是非常的巨大。你看1分15秒的时间。
漂亮的反击，顾辉的又是单手的单拳的重击，打到了克劳斯。克劳斯还是要去步步为营，进行追击。克劳斯的这个近身的袭击也是非常的熟练。跳膝。克劳斯的体能真就跟永动机一样，全程处于主动进攻就算了，还频繁对顾辉实施压制。就算如此，顾辉依然不怂克劳斯，顽强回击的同时还能拿到很多点数。从一开始就预想以点数击败克劳斯的顾辉，看来这个预想很快就要实现了。顾辉能否顶住压力？克劳斯现在也是没有什么体能了。10秒。现在克劳斯已经是打出了自己擅长惯用的轻重结合的组合拳。克劳斯继续的做拳法的连击。到最后的对拼，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这一局双方的战果如何呢？加时赛也结束了。克劳斯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减少进攻攻势，在第3回合的顾辉已经快顶不住克劳斯的猛打猛冲，然而进入加时赛的克劳斯则是减少了进攻攻势，就这一举动给了顾辉喘息的空隙。后来克劳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开始加强进攻攻势来猛扑顾辉，奈何已经无事于补了。占据比赛主导权的顾辉则是正在慢慢吞噬克劳斯。